我不管看哪个偶像剧，我都特别共情里边所有的男二，还有一些经典的偶像剧桥段，我看的时候都无比的气愤。为什么男二那个婚礼现场总有男一来抢婚？主持人站在一个硕大礼堂里头主持婚礼，下面我宣布新郎可以亲吻新娘，然后这时候男主角咵就窜出来了，就可心，你要想清楚你的爱是谁。完了，可心会犹豫3秒是吧？拽着男主角的手就跑了。现场高朋满座，好几百人，一个拦着的都没有。就这男二哥们儿，咱办婚礼之前是没领结婚证吗？我是不是先领证再办婚礼？那你男一的行为，我告你重婚罪，咱不过分吧？你别光盯着脱口秀，那偶像剧也不是法外之地呀，这玩意儿。翟佳宁，你看哈，咱俩现在已经是男女朋友了吧？那我就不能再继续喊你叫翟佳宁了。从现在开始，我就得管你叫小笨猪。朋友们，你看我这张脸了呢，做梦我都想不到有一天我能跟这动物发生关系。大家好，我叫翟佳宁，大家好。非常感谢啊，庞博哥给开场开的有点太炸了，压力也挺大哎。朋友们，给各位讲讲我平时压力大都爱干啥。你们平时有没有喜欢追剧的朋友？有。跟朋友们，我平时最大的爱好也是看电视剧。就大家能不能从我这整体气质看出来，我就爱看那种就是甜甜的浪漫爱情剧。你看，你们总是用这个笑声自由，谁说乡村爱情的？很讨厌你们用这个笑声质疑我。哎，我看今天来的现场大部分观众都是女生，我感觉我看偶像这个段位比你们都高。给各位举个例子，就一般观众都不一定看过那偶像剧，你们谁看过那叫《帅气和尚爱上我》？真有这电视剧，石原里美、朝五晚九，你看对吧？谁说咱们直男不懂浪漫的啊？哎，我跟你讲，各位男观众啊，就这种特别甜、特别浪漫这种爱情剧，回去多看一看。这种特别甜、特别浪漫这种爱情剧里边那个爱情和剧情就极其的单纯无脑且美好。就是你爱我，完了我爱他，他不知道我爱他，以为我爱你。完了我爱他却处处刁难他，不知道为啥二度一蹦出来男的给我抢他，你看他爱他，他就不爱你，是给我抢他。最后兜兜点斯文里还是我最爱他着呢。哎，特别好看，真的。我给各位强烈推荐一个电视剧，我去年看的偶像剧。哎，你们有没有谁看过那叫《我的人间烟火》的？哎，相信我，朋友们。哎，对，宋焰，男主角叫宋焰。相信我，朋友们，24年如果只能选择一部偶像剧重温，就选《我的人间烟火》。我都15年没见过那么硬核的偶像剧了。宋焰啊，男主角宋焰。我就是从第2集1分42秒开始无法自拔的迷恋上了宋焰。当时宋焰跟女主角做自我介绍，我永远都忘不了，她就这么做自我介绍。我叫宋焰，火焰的焰。哇，这头没看见啊！哇，兄弟朋友们。就当时就这一个哇，瞬间把我心就点燃了，我立马充值了5年的平台会员了呢。上一个哪有这么兴奋的，还是15年前的慕容云海了呢？这才叫电视剧，真的。我都特意查了一下，说23年评分最高的一部电视剧叫那个什么《繁花》呀。你们看《繁花》了吗？《繁花》虽然很优秀，但是在我心中跟那些偶像剧比就略逊一筹，真的。我作为东北人就不太理解《繁花》，你们看了吧？黄河路啊，上海黄河路700多米，全都是豪华饭店，一个洗浴中心都没有啊！怎么可能？他妈东方巴黎那不卫生啊，那玩意儿！开玩笑哎，但大家能从我这整体气质看出来吧？就我这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想吃爱情的苦，就不是那么太容易的。所以这事儿，朋友们，我不管看哪个偶像剧，我都特别共情里边所有的男二号。就明明是那哥们儿付出的最多，凭什么他受的伤最深？总有一些经典的偶像剧桥段，我看的时候都无比的气愤。为什么男二那个婚礼现场总有男一来抢婚？大家看过那种桥段没有？就主持人站在一个硕大礼堂里头主持婚礼，下面我宣布新郎可以亲吻新娘了，然后这时候男主角咵就窜出来了，就可心，你要想清楚你的爱是谁。完了，可心会犹豫3秒是吧？拽着男主角的手就跑了。现场高朋满座，好几百人，一个拦着的都没有。真的，就每次我看这种桥段，朋友们，我脑子里在问自己一个问题：就这男二哥们儿，咱办婚礼之前
是没领结婚证吗？我是不是应该先领证再办婚礼？那你男艺这行为，我告你重婚罪，咱不过分吧？那别光盯着脱口秀，那偶像剧也不是法外之地呀，这玩意儿。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就这男二在干什么？有人来抢这新娘，抢可心。我看了10多年偶像剧，都无比的卑微，就跟那一站，就可心，你不要走，我求你不要走，你知道我是爱你，我就很生气啊。我想我是新郎啊，我大喜的日子，你过来抢我媳妇儿，我媳妇儿马上跟你跑了，我还求你不要走，那我这是啥呀？我作为一个老爷们儿，我脸往哪儿放啊？所以朋友们，接下来啊，请允许我给大家就来小段无实物表演。就我感觉，如果我是那个新郎，有人在我的婚礼现场跟我抢新娘、抢可心，我感觉一个正常男人应该有的正常反应啊，就3、2、1 ，action 啊！就你放开他，翟佳宁，你放开他。可心他根本就不爱你，他必须跟我走。兄弟，你先把嘴给我闭上啊！真的，我今天大喜的日子，我也不想动手，我跟你讲讲理行不行？兄弟，真的，哎，我今天早晨3点半我就起来了，兄弟，化妆梳头，摄影师给我照相，跑回家接亲，抱上婚车，折腾到现在9点半了，兄弟，6个小时了。我马上就要亲嘴了，你跑来告我，你不同意啊？兄弟，你知不知道人缺乏睡眠的时候，脾气都不好啊？就这是第一点，兄弟，哎，我也不打人，我不动手，我跟你讲讲理啊。兄弟，就这场婚礼，我爸妈我张罗了10个月，花了好几10万办的，兄弟，兄弟来你自己往下看一看，你自己看一看，那菜都吃一半了，那都，那白酒都下去半瓶了，那后面大鱼开打包盒装菜了。你跑来告我，你要给我媳妇领走，兄弟，真的兄弟，就你但凡要知道一撇一捺念个人呐，你昨天下午彩排的时候来，那这事儿都不是说一点不能商量啊，兄弟。站着别动啊，没完，兄弟们别走，还有你可心，死活不给我结婚了，不给我过了是吧？佳宁，你会找到更适合你的，祝你幸福。你把嘴闭上来。你祝我幸福，你赶紧来，把你闺蜜电话号码赶紧给我来。气死我了！我刚才在家接亲敲门，往门缝里塞了多少100的红包。你答应爱我一辈子，你答应的好好的，才过2小时，你看到他了就祝我幸福，你是失忆了吗？气死我了，真的，兄弟，哎，你俩这是气死我了，兄弟啊，我都坚持了46集了，兄弟，马上就亲嘴了。你跑过来了，你祝我幸福，你俩是不是给我搁这仙人跳呢？真的，我告诉你，可心，今天要走，你把嘴亲完再走，听见没？气死我了，真的。但是最后我嘱咐你一句啊，你想走可以，把份子钱全给我留下，我也不干别的，我去黄河路开个洗浴中心啊。好，谢谢各位，谢谢。好，我们谢谢翟佳宁的精彩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们，不要忘记给他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3、2、1，请锁票。你是不是很想演偶像剧啊？哎，我还行，但我看的真特别多。偶像剧嘛，那电视剧大家都有共鸣，海内外的都看过。这叫我可能不会爱你，什么事都找他倾诉，就是不在一起。当时看的时候特别投入，真的。我印象中啊，14岁，全世界最好看的女的就这样，就长这样。高圆圆老师演那个叫《咱们结婚吧》，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玫瑰的故事》，刘亦菲老师，我我很喜欢。放羊的星星你看过没有？建国的嫁衣，我涉猎的巨广。如果现在有人让你选是做脱口秀演员还是偶像剧演员，你要选哪个啊？那肯定偶像剧，这玩意儿，哎呀，我觉得他接在庞博后面很为难的。因为庞博都讲到量子物理了，我觉得你写量子物理就是要显示你的知识含量，是吧？哎呀，也就是我就是看了一下这个啊，3分钟学了一下量子物理。对，我也是花了6分钟看了一下量子物理是怎么回事，然后写进去。我能插一句吗？我也是硕士毕业。请教一下是哪一方面的硕士啊？那个环境工程。哦。就是处理垃圾那块的。
在你身上留下了什么样的影响啊？那个接地气。恭喜恭喜！谢谢。天真姐好像是第一个给票的。对，我特别喜欢今天的表演。偶像剧我觉得有一个巨大的反差，所以就会有那种猛男落泪的那种反差感。那都是大家给我们这种人贴的标签。这几期表演都是一次比一次好，这次是最炸的。感谢。我觉得这组好凶残啊，就这组的实力都好强，我想象不出来谁会分数靠后。我们继续努力。吴镇宇老师有演过偶像剧吗？有啊。因为我们有些不太信，所以说准备了一些台词，希望让吴老师给我们现场演绎一下。我念一下：为什么没有早点遇到你？你的过去我没有参与，但你的未来我奉陪到底。不是这句话，吴镇宇老师说出来也很像黑社会啊。你的未来我奉陪到底，感觉被威胁的很严重。是，这吴老师要抢婚，一般男二也不敢言语什么的。我愿意为吴老师捡垃圾。我觉得你今天就让我疯了，你用这个形象来讲偶像剧，我觉得太厉害了。我觉得你整个颠覆了我之前对你的这个认知，这是你站在舞台上这个舞台上最棒的表演，真的啊！从你从3点半开始收拾，我就开始乐得不行了。啥时候什么表演？就这段是您看过最棒的表演？他说的是他这辈子看过最精彩的表演。你的转述很像朱丹老师，你知道吗？我明白。哎，我特别感谢郭老师，这段表演受到很多质疑。真的，有的很多人说我们线下这种就纯好笑，是那种便宜使活。我认为这段呈现在我心中是隔着屏幕大家也会笑的，所以我就想讲这段，就是这样的。感谢您的认可啊！谁在说我这个便宜？是，你为啥老往我俩这边看？没，又不是我俩说的。哎，那康永哥，这样听说你特别喜欢一些带着智慧的作品。这个你叫我讲智慧啊？我给票的时间是他说你要来的时候就彩排的时候来啊。那个，因为我真的觉得现在人的婚礼很荒谬啊，就是整个比做一个节目还要累，所以我认为他很投入那些人角色的内心。啊，感谢，头一回有人说我细心，真的，你看没？谢谢。好，那我们也谢谢翟佳宁，现在获得了气氛组的4票，我们看一看他的最终得票数，请看大屏幕。我一直坚信一个道理，只要观众开心了，那个结果不会太亏待你的。我佩服他选了偶像剧这件事情，其中的反差感给他加了很多分。有190多了，得要185以上。哎呀，恭喜翟佳宁获得189票，189啊，190哇！看一下他目前的排名情况。哎呦，第1名目前。有请翟佳宁先前往晋级区，恭喜！大家好，我是翟佳宁，谢谢。这个半决赛了哈，说实话，现在什么心情就很羞耻。没想到得跳那个 Yes OK 了，那朋友。咱聊点更羞耻的啊，聊聊爱情。我也有过爱情，冒犯了。真的，我曾经有过爱情。我特别喜欢人女生，朋友们，但我真不太理解这个谈恋爱的时候啊，人给咱定的一些规则。朋友们，真的，你知道人女生都非常可爱，对吧？她想把我也变得非常可爱。跟我说原话，说翟佳宁，你看哈，咱俩现在已经是男女朋友了吧？那我就不能再继续喊你叫翟佳宁了，从现在开始，我就得管你叫小笨猪。朋友们，你看我这张脸了呢，做梦我都想不到有一天我能跟这动物发生关系。他说：“那你不能继续喊我名字，你把我备注也改了，改成叫小粉猪。以后咱们俩发信息打电话之前，必须先哼哼。”他们真的，我30周岁了，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就早晨坐地铁就看着有个男的，正好这德行，30来岁了，站在我旁边突然掏出来手机就哼哼，
那我必须跟他说一句 yes OK 啊。完了，朋友们，哎，你们谈恋爱的时候喜不喜欢看对方手机？人女生喜欢定期跟我玩游戏，就每隔1周左右的时间，打开我那个抖音短视频，往上刷10个视频，数一数能蹦来几个美女跳舞。我真的，我从来没这么痛恨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了呢。就你每次站在旁边看他刷，你那个心情不自主的忐忑微妙。第8个没有，太好了；第9个没有，马上完事儿了；第10个啪蹦来个美女，我当时感觉我死亡证明都出来了。真的，哎，我后来朋友们，我还仔细思考了一下，我感觉这件事儿很大一部分责任就赖咱手机。朋友们，你想哈，咱现在都是智能手机，对不对？人脸识别解锁，手机它天天看我好几10遍，那咱讲理，他手机应该认识我呀。那你说你突然看见一个陌生女生搁这刷你，你作为一个人工智能产品，怎么这点人情世故你都不懂呢？我就感觉这短视频就应该给人推出来一个女朋友模式，放在后台就藏着。就当你突然看见一个陌生女生搁这刷你，就应该使点气儿，连续蹦来10个和尚敲钟的视频，还咱们爱情的和谐啊！完了，朋友们，对于我这种纯直男，最难的一件事没有之一，我最不会干的一件事就是回应女生发来的微信消息。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谈恋爱的时候吧，难免爱给对方发那种就是已经有结果，咱却帮不上忙、回答不上来的问题，就是好累呀、明天要上班，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6点半也得起呀、我都想起来我当年高考答语儿阅读理解的状态了。我好困，我说那困咱倒是睡呀、倒是。那我好困，完了还不睡，那到底表达作者什么思想感情啊？那到底？而且朋友们，我发现然后最难的嘛，不是说咱不知道怎么回人家，最难的就是当咱思考应该怎么回人家，思考时间长了，中间没回人家，突然我好困，底下啪小姐姐发来个问号，那就完了，就是到点收卷了哈，那就是。哎，我为了解决回女生微信消息的问题，我付出了很多努力。真的，朋友们，我现在手机里多下了200个表情包啊，绝大部分全是粉色的，像那个玲娜贝尔、卢皮、草莓熊，我跟他都好朋友都这个。我数了一下，哎，其中117个是那个叫贴贴的表情包啊，贴贴。各位兄弟，相信哥们儿一句话，一定要学会贴贴着呢。贴贴可太好了，贴贴基本上能回答对方任何喜怒哀乐。你试试去，我好饿呀，贴贴，我好困呐，贴贴，咋样？你我和你妈掉水里，你先救谁？我先贴贴着。我永远忘不了朋友们，哎，我曾经陪他看过一个综艺节目，那个恋综，真好看。给各位没看过的朋友科普一下，这个节目是干啥的？我看了一下，这个节目就是把4个男嘉宾、4个女嘉宾放一个大别墅里，让他们朝夕相处1整个月。月末选择心动的彼此。朋友们，真的，我当时陪他看，我在想，我说能和4个美女搁一个大别墅里朝夕相处1整个月，这哪是心动的信号啊？这不向往的生活吗？这不是？但就是咱也不敢太向往啊，因为那里头所有的男嘉宾都太优秀、太帅、太有钱了。我女朋友特别喜欢一个男嘉宾，他有一个英文名叫那个威廉。啊，这么多粉丝，你看。哎，就各位男观众，哎，咱们想一个问题好不好？假如啊，你1个月咱就能挣4500块钱，你敢叫威廉吗？像我这种底薪就3700块钱，我也有英文名啊，就 loser 就是。朋友们，我真不太理解，就为什么这种恋综啊会专门请6个明星过来就来看这个节目，叫什么明星观察团，用你观察吗？我看他们就没有别的事儿，就放大人家任何一个互动简单的细节，就很简单。威廉在厨房和一个女生做饭，人好心好意从后边给威廉系围裙，这时候明星就说了：“这威廉怎么回事？”人女生给他系围裙，威廉脸上怎么一点笑容都没有呢？我说什么玩意儿？真的朋友们，我想就我搁厨房和个女生做饭，人好心好意从后边给我系围裙，我要是笑了，那不变态吗？那不是就。
记紧点啊，很难想象啊。所以朋友们，最后啊，我给各位讲一下，我们直男最喜欢啥？我反正啊，我最喜欢的就是那奥特曼。真事儿，你都不知道我跳完 ESOK 得看多少遍奥特曼才能缓过来。所以朋友们，我跟你讲，我最生气就前2天有个新闻，你知道有个家长说那小孩就上小学看奥特曼就学坏了，开始变得暴力和同学打仗，并且模仿奥特曼说我要打死你。朋友们，我就很生气，我看了20年奥特曼了，我就问一句，哪个奥特曼说过我要打死你？我看20年奥特曼，我记得奥特曼拢共就3句台词啊，就是恰，恰，还有叮咚叮咚叮咚。讲到这儿，谢谢各位，谢谢。好，谢谢翟佳宁的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们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3、2、1，请锁票。好，谢谢翟佳宁。翟佳宁没有获得气氛组的票。大翟，听说你前几期播出之后，有很多观众朋友跟你私信表白，是吧？还有个词条叫翟佳宁想谈，收到过吗？是吧？是事实的吗？确实有回复过吗？不能回复，那些都有前车之鉴，咱不敢呀。哎呀，我不聊这个话题啊。我问几位气氛组组长，哎，大林是不是当过观察者？没给票就因为这个。没有，我只是觉得什么呀，老翟啊，就是包括最后你说奥特曼这个，其实我很理解。然后但是呢，你看咱现场基本上都是以女性观众为主。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头里说那个他们怎么能，人家是那个女孩，怎么能和你这个男孩产生共鸣呢？不是，我的意思是我感觉各位观众也会理解我，我就是开玩笑。啊，是，我只是说就确实有的时候角度不一样。我刚才跟郭老师想法很像，就是我一直在全程纳闷一件事儿，因为你都是直男视角、猛男视角去看这些事儿，但是你看的又是个恋综，所以你的受众根本就不会去看恋综，然后你用一个直男视角对一堆女性观众去讲一个恋综的你的一些感想，所以你这个创作的动机是什么呢？好笑啊。因为我感觉每个人都有看恋综的权利吧，所以我不知道，我一直在困惑这个事儿。对，他那个前几期有一个讲的特别炸的，是一个就是讲他看偶像剧的，他也是直男视角，但那个就特别炸啊，那个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个反差感，就你的视角跟大家期待的那个内容有个反差感。恋综这个今天我觉得选的不太反差，有点顺撇。你说会不会是因为大家后来发现他其实是个温柔的人，反差就没那么大了？我感觉我就在用我的视角在观察，然后也没有任何恶意啊，朋友们，就是都是为了好笑啊。我干紧张了，有点现在，比讲段子都紧张。你第一个上场紧张吗？这场子其实不太好接，因为前面有这个。也是 OK 哈。其实我现在还可以了，就这个心态，照比我第一次上台要就是松弛很多了已经。对，但我感觉我对我的内容还是就是我是认可的，反正是还行。但我必须得解释一下，其实翟佳宁女观众非常多，就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她是开玩笑式的、了解式的那种吐槽。我觉得那个猪猪那个其实挺好笑的，就是那个哼哼两声，但是要是能模仿一下，可能会效果更好。你能模仿吗？就是那种。哼哼。麒麟应该可以吧？不是，这个人两口子就是哼哼你在干嘛？应该是这样吧？他不能这，那两口子那能是吧？啊，就哼哼一下。其实你每一次都想把反差做出来，我觉得你整边就你很享受在舞台，但是就我们听不出你表达什么，因为表达笑啊。表达输出笑点，那个是效果啊，哥，都不是表达，不是就是我想你在立意，就在立意，跟着你挖的深一点来。我觉得各位老师评价好犀利啊，不光你紧张，我把我都说紧张了。我是看那个翟老师，感觉他特别的 man。你的微信发贴贴的，想看你现场如果在你女朋友旁边，你会怎么表演贴贴的？
也没给票就提这要求呢。是。那于老师很感谢你来这舞台，贴，谢谢于老师，谢谢。就这样。也别嫌我恶心就行，别嫌我恶心。大白对刚才自己的表演还满意吗？我能达到70、80分，我感觉还行，就开场然后大家开心，但我也不能挨个观众去问啊。对。哎，那你自己想上恋综吗？不想。不想。观察呢？不想。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去了一个恋综节目当嘉宾，然后再写一个段子，可能感受就是又不一样。好，那翟佳宁没有获得气氛组的票，有请先前往等待区就坐。谢谢翟佳宁。对于我这个票数吧，我应该心里有个预期，肯定不是那种特别高的那种票数。然后我就是已经做好了常做的准备。你看大宅他就不服你。哎，大家好，我是翟佳宁，谢谢。哎呀，特别好啊！到总决赛了，也快大结局了啊！我说几句心里话，朋友们，我来到这个节目确实有很多收获，真的，收获了很多负面情绪。我不明白为什么，朋友们，从第一期开始啊，大家给我贴标签儿，管我叫狠人，管我叫硬汉，说我是性张力拉满的东北猛男。朋友们，东北猛男这4个字我感觉跟性张力没什么关系。我一听这4个字就感觉这人智商没超过72呢，就感觉是某著名短视频平台表演咬打火机的那帮人。哎呀，真的很生气啊！不光这帮人给我贴标签，这帮演员也拿我开玩笑。我跟大家讲一个真事儿啊，就刘洋。在咱们演员大群里，某一天发了一个视频，一个男人拿打火机烧自己头发，说这就是翟佳宁能干出来的事儿。没有任何一个人替我解释，全在下边发哈哈哈哈，就连黑灯都发哈哈哈哈。就那一刻，朋友们，黑灯在我心里名副其实的势利小人啊！用了一个谐音梗啊，朋友们，真的，我一直在努力摆脱这个标签。我给各位老师都递过麦克风，对吧？我跟导演组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配合，我都配合。直到上个礼拜，我看见导演组给我备注的是翟佳宁老师（括号杀人犯版）。他们一直鼓励我杀进总决赛是字面意思。朋友们，真的，我也是个人呐，我也要脸呐。我现在什么心态？朋友们，麻了。我想以正常人的身份跟大家相处，我摊牌了，我超雄行不行？你们不就想要这个吗？我性张力拉满。我查了一下，跟我同款的还有阿如那、蒋奇明老师。好吧，我阿如那、蒋奇明、翟佳宁就组成联盟，就叫雄性荷尔蒙啊，朋友们。我超雄，朋友们，我染色体里都没有 X， 是吧？你们女生是 XX， 男的是 XY， 超雄是 XYY， 我 YYY 啊，好不好？我平时打电话都喂，就爱听这种谐音梗，对吧？对吧？你16人格，你 E 人，你 I 人，我 Y 人啊，好不？小北你是什么 ？ENFP 什么？快乐小狗，我 IMYYY， 我超雄战狼啊！哎，朋友们。能听出来刚才都是开玩笑吧？没人是 YYY 哈，一绝奇迹了那就。我只是真不理解为什么一到线上就要把人贴标签啊，而且我还不理解为什么好好的笑话一到线上就那么复杂。好好的笑话不能讲，一定要有立意，要拔高，要有金句，要上热搜才是好笑话。很多前辈都跟我讲说，翟佳宁这就是综艺，你要上线上就不能简单的搞笑了，哎，你要写月亮就不能只写月亮。
那写他的阴晴残缺明灭，还有人们看不见的沧桑变化和诡谲。得写月亮和六便士，显着有文化。我说你要真有文化，就知道55年前人类就去过月亮，抓起一把月亮测过了，里边主要成分就是二氧化硅、氧化铝、氧化铁、氧化钙，翻译成人话就是水泥沙子、玻璃碴子。就这么说，朋友们，阿姆斯特朗抓起那把月亮卖废品都卖不了六便士啊！你们想过一个问题没有，朋友们？李白啊，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看的都是水泥沙子、玻璃碴子。还有啊，为了有文化，为什么要文化啊？要有金句，一定要有金句。没有金句，你就不是厉害的喜剧人。厉害的喜剧人都有金句。我不认识什么厉害的喜剧人，朋友们，我认识一个最伟大的喜剧演员，叫卓别林。卓别林有什么金句？卓别林他都没说过几句啊！卓别林可以说没有金句，没有人设，还没有性张力啊！卓别林来这舞台一下，可能第一轮就被我淘汰了。你能想象卓别林有金句吗？啊，朋友们，卓别林跟摩登时代里一边拧摆手一边喊：“我不是牛马，我是人。”我不是牛马，我是人，太棒了！他立马就从最伟大的喜剧演员变成欢乐喜剧人了。对吧？完了，这些一切有高立意、有金句，都是为了上热搜啊！好的单口演员一定要上热搜。我真不明白，朋友们，什么时候热搜成为咱们搞笑人的追求了？你但凡了解一点脱口秀文化，朋友们，我就问一句：热搜把脱口秀害的还不够惨吗？我认识好几位曾经的脱口秀顶流啊，那名我都提不了了。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就是上热搜啊！兄弟们，咱们搞笑吧，别追求那热度了，我怕再热，脱口秀行业都收了啊！哎，朋友们，整段刚才表演，我提到了很多这个谐音梗和内部梗，对吧？提到人名啊，这是录综艺的最重要技巧之一。但我感觉咱提的还不够过瘾，我看每个人都提，对吧？他们只提一部分人。是吧？刘洋啊，付航，我感觉咱今天就在这舞台上把这个游戏拉满，咱们把所有的总决赛选手全踢一遍。咱们都玩过那个游戏吧？把自己的好朋友编在一个故事里，咱们开始啊！我是一个超雄探险家，我叫翟佳宁。哎，我早晨起床要出发去到刘仁城啊，寻找美丽的宝藏唐香玉。为此，我要经过浏阳河。我快快乐乐地敲着小锣走过一条小路啊，此时天空突然乌云密布，下起了余香雨。我看不清前方的道路，好在这时候突然亮起了黑灯啊。在黑灯的指引下，我找到了宝藏，召唤出了神兽郭麒麟。他说本来还有一个搭档叫阎鹤祥，但是跨界去说脱口秀了。朋友们，整段故事到现在你发现没？少了一个人名，付航。为什么？付航他不是一个人名啊，他是咱们人类的好后名啊。哎，朋友们，总决赛了，让我上个价值好不好？好。朋友们，我不理解为什么脱口秀一定要拔那么高的利益，我也就想搞笑，朋友们，我是不是营销号啊？对吧？我只想认认真真搞笑。我不是东北猛男，我是单口喜剧演员，我叫翟佳宁。感谢每一位理解我的朋友，再见，谢谢。好，谢谢翟佳宁的精彩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们，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3、2、1，请锁票。谢谢翟佳宁。大翟不喜欢别人叫你猛男是吧？就你叫的最多，我跟你讲。每一次我在后台，我就听蒋龙老师说：“欢迎东北猛男翟佳宁。”但我得辟个谣，他翟佳宁绝对暖男，他帮黑灯领过座，也给大家都拿过麦，我们这都有视频证据的啊！对对对，心里暖了一点没有？没有，也来不及了。开玩笑，都开玩笑，都开玩笑。对，几位老师有没有什么想跟翟佳宁聊聊的？我觉得大翟今天就是很放得开。然后今天我也觉得是这6场以来最猛的一场，也是效果现场拉得最满的一场。啊，行。哎，那个标签这个东西真的困扰到你吗？所有的一些标签、金句什么这些热搜我都不太理解。
我只希望别人通过好笑记住我。但是线上节目传播就是这样子。我明白。你看你们每个人出场，节目组都要有一个脱口秀啥啥啥，脱口秀啥啥啥。我理解，但这不也是素材的一部分吗？把它处理好笑了，大家也开心嘛。罗老师呢？就是有一点奇怪，因为很多选手到了决赛表现反倒不是他最好的一场，然后翟佳宁这一场肯定是他整个赛季最好的一场，所以这个我不太认同罗老师。这个特别不重要，人生就是这样，你做的你自己觉得最好的，人家不认同；你做的你可能自己都不太瞧得上的，可能我再跟你说一个吧。你可能要面对的一个人生尴尬，就是我相信这一期播出以后，他这个话题一定会上热搜，虽然他不想上热搜。我不想上热搜，我只想搞笑。是，所以但我就说，很多时候生活就是这样，由不得我们自己。对，我之前几轮都是没有新写的段子，都是拿我打磨好的来这儿，效果没达到预期，然后那索性我就放开了，我说来吧，咱们就来一把玩一把的。对，是这样的。郭老师呢？其实呢，我始终觉得把。这个就是在舞台上表演给大家逗乐了，这种艺术形式要分得特别清晰，就特别没意思。刚才那个，我觉得你这节目啊，就是要放在相声上，应该叫《论脱口秀5年之现状》。对，是吧？我爸当时说的那个节目叫《论相声50年之现状》，30年好像是50年，50年啊，50年，不好意思，那是我爸啊，50年。现在得70年之现状，那会儿我还小的。是这样的，就是如果非要说，比如说啊，非要分出2个艺术形式怎么不一样，但其实表演者都是一样的。他那会儿说的很多东西，其实放在咱们现在的角度来看，也是他的态度，他的困境。有人说脱口秀，我们就要讲态度，我们讲困境，我们不是单纯讲段。那当时郭德纲也在讲这些东西，所以其实你很难把这些东西都摘得特别明白。对，我以为20年前这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我以为郭老师已经给我们观众答案了，他发现没有，互联网是没有记忆的。大家就把这事儿又捡起来了，我就是心里就有点不服，我就讲了一下。大宅，对，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一篇特别精彩，正是因为它非常有表达？不是。你刚刚没有讲一个观点，就是脱口秀不应该讲观点，它不是一个观点。我讲这个观点的原因，是因为我认为这个观点能讲好笑。很多观点还能够更有意义，但是他讲不好笑，那我就选择不去处理它。如果这段话刚才我要是憋了半天一个笑点没写出来，那我还是不会讲这段，是这个意思。我想表达这个意思。是，那这个我们也都是这样的。吴镇宇老师他好像就没撅过你了，你俩来 battle 一下子。其实这个美食应该有营养吗？美食应该有营养。不一定。就是这样啊？为什么叫美食？好，那美食都没有太有营养价值。不是吴老师有酒我就给你干一杯了，真的我太棒了。猛男也有怕的，没有，我把说完，你不是猛男啊，我不是这意思啊，我就是说呀，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受众面非常广，就是全世界能听得懂普通话的都可以看，外国人听不懂也可以看字幕去看，他都有权利和理由来发表一些评论，只不过众口难调，他爱看的不一样，有的人就想听有意义的，有的人就想单纯可笑的，但是他不是统一的一个评判标准。明白，您说对吧？他就是这意思，我也非常理解你，所以我站在这个立场，我说2句嘛。太好了，干一杯吧，对，干一杯，干2杯，干2杯。几位老友，刚才他也提到过标签啊、热搜啊，其实几位也都没少上。不是已经和稀泥和过去了吗？标签这个事儿，你们觉得？他说不太喜欢有标签这个，但其实咱每个人都有。你不喜欢这个标签的原因是啥？你觉得不符合你，还是说？不，我认为每个人他都不是一个单一的标签。一个不够，他喜欢。一个金句来了，每个人都不是应该是一个单一的标签。然后我觉着喜剧的合法性肯定是好笑，但是脱口秀让我觉着它之所以这么有生命力的原因，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艺术标准，我们就是在自己的艺术标准上面去坚持就好了。对，我不猛了，我同意。好，我能理解每个人都有立场，我尊重每个人的立场，真的发自内心的。好，那我们也谢谢翟佳宁的表演，请你前往等待区就坐。谢谢翟佳宁。
哇，他真的很好，包袱的密度也够啊。这是他这6轮表演里我自己最喜欢的，有非常强的那种能量感，同时当他能够抓取到那个准确的共情点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技术手段是很好的，能够正着说反着说，用各种角度来揉捏这个观点跟他自己的关系。我其实挺喜欢大宅的这篇东西的，它证明这个行业是有人在反思，有人在反思，有人在批判。就是这个行业里内部不是一团和气，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那整篇有很反讽的，用他自己最瞧不起的一些技巧完成了整篇稿子。他一个不想上热搜、不想有金句的人，如果这篇稿子出圈了，可能就上热搜了，可能就有他自己的金句了。世界可能就是这样，就是很荒诞的。但他这篇作品留在这个舞台上是很有意义的，我觉得。咋还哭了呢？因为我录这个节目的时候，一直也是一直在那个啥，那个叫内耗，不是内耗，我一直在控制自己这个情绪的流淌。你讲完之后，我控制不了了，释放了，完全的释放了，情不能自已，到深处了。对，我语言比较匮乏，我心中的无冕之王。我。好了，收。大家好，我是张宁，谢谢大家。给各位讲讲主要给严哥讲讲，严哥好像对这个节目走多远很在意哈，挺凶的。作为一个走了6轮的人来讲，上完节目会有很多收获，也不一定都是好的。像我就是收获了挺多，就是谩骂，你知道吧？也不一定都是好事，真的。你那去年那给我骂的可离谱了，说我这个口音是装出来的，说我在舞台上恶意模仿东北人，骂的特别离谱，说你看那个德行没，就会在台上散德行，天天的自己那口音像个行走的烟灰缸一样，瞅你那努力的样子，像个绝望的文盲啊！知不知道绝望的文盲，赶紧滚下去吧！曲佳宁啊！朋友们，他骂我是文盲，我好叫曲佳宁啊！你说他是文盲，他还认识曲？你看看，不聊那不开心的，不聊那不开心的。今天说来也巧，正好是我31周岁第一天。这个31周岁什么概念呢？就是相亲的巅峰期了。我前2天真去了一趟相亲角，学会了很多。朋友们多去相亲角看看那人写的简历，他们真是我见过这世界最会美化自己的人。原话我看到一哥们就这么写的：本人男，48周岁（括号保养的好，看起来像35）。我这么会玩，我也会。说我东北人，看起来有上海户口啊。相比之下，朋友们，有些女生就不会太会写简历，真的太真诚了。说本人女啊，37周岁，有过1次离异，希望你不要介意。你看我看着她的时候，我就以为离婚在相亲市场妥妥的减分项。就搁这女生旁边一个哥们写的原话：正是由于经历过离异的伤痛，让我更加成熟，我更加懂得经营婚姻的重要性。你看我看完人家写的，我感觉人这辈子不离婚就不成熟。按照这逻辑，可难道以后相亲找一个蹲过监狱、刑满释放的？他更懂得遵纪守法的重要性，你知道吗？我以为到这儿啊，离过1次就到头了。搁这哥们儿2行写的原话：经历过第2次离异，我痛上加痛。我比谁都成熟，我深陷泥潭仍仰望星空。经历过失败的感情，仍渴望爱情。希望另一半有中华女性传统的美德，也有现代女性包容的思想，如春风与木棉一般接受离异。我更值得被爱。你看人家写的，就他这个金句比咱们脱口秀节目金句都多。我当时感觉人好像越离异，文采就越好。看完这么多简历，朋友们，咱们想一个问题啊，在座挺多大学生，对不对？是不是现在应届生毕业工作不好找？你仔细想想，环境是有问题的啊。但咱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有没有可能简历写的就平庸？以后你就这么写：本人3本留级（括号眼镜度数高，看起来像清华保送的）。
多次论文查重未过，让我更加懂得珍惜原创的重要性啊！我深陷校园贷，仍渴望财富自由啊！你看这么写就无敌了。但我发现啊，你如果真正优秀啊，你就不需要这些花里胡哨的技巧。我当时看7、8个大爷大妈围在一个简历面前，我说谁这么优秀，引起大家这么大兴趣？我挤进去一看，确实优秀，就2行字儿：拆迁户急急急，年底分房子，电话要叉叉叉叉叉。朋友们，你们没仔细听，他连性别都没写啊，就这么优秀。朋友们，相亲角里有最厉害的简历，同样也有最厉害的 HR， 就红娘大妈。我这种人走在那相亲角里，是有那个大妈会对你感兴趣的，就上下就打量你，走过来就主动就问你，小伙子，咱们是干什么工作的？我说我脱口秀演员。完了他就左右打量你，就开始。那没工作就没工作，真是的。人家就不惯你毛病，直接就问你，那你31周岁了，在咱们这儿有房子吗？我说没有。有车吗？没有。大妈原话，那你存款得有300万了吧？我说没有。原话，那你钱都哪去了？确实给我问懵了。我说对呀，我钱哪去了？我300万哪去了？是不是让富航小路全挣走了呢？就从那天，朋友们，搁相亲角里走来，我就想明白一个事儿，为什么大家交友都喜欢玩社交媒体，讨厌相亲角，对不对？相亲角就是太残酷的现实，社交媒体就不一样，它给咱们提供了太多的这种情绪价值，给咱也惯坏了。用什么星座呀、塔罗、16人格，让咱们以为有独特的灵魂的找另一个独特的灵魂，其实也没那么优秀。你们做过16人格测试题没有？你仔细想想他怎么问的你：以下哪种情况符合您的描述 ？A. 明智的 ，B. 充满魅力的。其实你俩都没有，你是 stupid and ugly 呀！你想一想。你看最后那个结果也特别好听，恭喜你，你是天生的企业家，恭喜你是天生的艺术家，恭喜你是天生的总经理人格，哇，天生的牛马全都信了，对吧？你用40多分钟，100多道题测出来你是一个独特的 I 人、J 人、P 人、F 人，大妈就1秒钟一个问题，老家哪的？辽宁的，哼，外地人，你看。一下给你干碎了啊！所以朋友们，我感觉如果啊让咱们戒网瘾，就应该让大妈做一套16型婚格测试。以下哪种情况你的水平更高 ？A. 尿酸 B. 贷款。以下哪一项你没有 ？A. 朋友 B. 工作。最后这40多分钟题做完，你16婚格也出来了 ，NWMY。Nobody will marry you 啊！到这儿，谢谢各位，谢谢。谢谢翟佳宁。如果喜欢他的表演，请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3秒钟，3、2、1，请锁票。他这个内容还是非常非常生活化的，讲这个相亲角，他这岁数也合适哈。哎，你去相亲角是为了找素材，还是真的去相亲啊？都有，不耽误，不耽误。那有什么进展吗？没有，有很多人把我认出来了，采访我的，这时候脱口秀演员，然后让我出2个梗。所以大宅你，因为我听过你的播客《3个火枪手》嘛。哎呀，感谢，哎，谢谢。所以你觉得你是录播客更自在，还是讲脱口秀更自在？我都比较擅长，主要是。我是很喜欢你今天这个段子的啊，就是我觉得你比较大的特点是可以把一个内容讲得非常有张力，就是你是会有那种很一波压一波的那种情绪推上来的，所以我觉得你今天这段其实也是对生活的一个细致的观察，加上个人的体验，加上这个情绪的往上堆叠，所以我觉得整体是一个很完整的表演，我自己很喜欢。谢谢。从第1季的时候，其实就对您印象非常的深刻，一个东北大哥，然后站在台上说话是都有些这个粗犷和直爽啊。然后这一季研习的也非常的好，而且我觉得上一季是第9名，记不住了，无所谓，都是过去了，咱们是，对，这一季，所以咱们就
多加努力吧，啊，大学。好。我很喜欢你的表演，因为咱们在这个舞台上，听到各种各样的口音，然后呢，大家都适配了自己的内容。然后我觉得就是说你的东北口音，因为我也是东北人啊，你讲这个段子就它特别适配，我很喜欢你的乡音。那你有尝试说过普通话吗？我认为我说的一直就是普通话，你知道吗？这个对话我没想到发生在2个东北人之间啊。是。你去相亲角会见到女生吗？你们会一起聊吗？对，那个见到那女生，她都不太想见我。大宅，你喜欢哪方面？就是哪种类型的？我这现在就该非诚勿扰了是吧？好奇嘛，说到这儿了，好奇。我喜欢那种就是活泼开朗，然后就是运动的，平时对。啊！别闹！嘿，太漂亮了！我配不上人家，大群拿到了气氛组的2票，我们请梁岩也回到舞台上。那这组的对决终究还是会有一个结果，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结果如何，请看大屏幕。很难打，梁岩效果是好呀。翟佳宁老师表现的还是很稳，他一如既往，他的那种风格，他个人的那种出梗的方式啊，表演的方式都还是很稳定。请看大屏幕。好，恭喜梁岩胜出，同时翟佳宁173票，也是非常优秀的成绩。Oh my god！ 太厉害了！哇，他173票，也很高，173，好高啊！大家好，我是彩玲。我以前说过，我就谈过1次恋爱。今天我把话说全，虽然我谈过的恋爱屈指可数，但我追过的男人不计其数。上学的时候，我吸引男生注意力的主要手段是模仿电视剧。当时《还珠格格》热播，香妃娘娘以香为美，我就想模仿。但是我家没有香水，最香的东西是洗发水。运动会那天，我在头上涂了好多洗发水，结果拔河的时候，天降大雨，全都是泡沫。我怀疑那天我们班输了跟我有关系，因为绳子滑，抓不住，香妃没学成，成了华妃。我又看了一个台湾偶像剧，是艾拉和吴尊演的，你们看过吗？啊，那里艾拉是个假小子，然后男主很爱她。我雷厉风行，剪了短发，穿男装，穿球鞋，说话声音压得特别粗。2周过去了，没有人追我，但是全校都在传我要去当兵。从拔河的情况来看，应该是个炮兵。我还模仿偶像剧女主给男生叠千纸鹤，然后把最想对他说的话写在千纸鹤里。我给我喜欢男生叠了上百个千纸鹤，里边全都是我熬着夜红着眼给他写下的高考考点。老师没收这1罐千纸鹤的时候都感动了，多少年后还跟那男生说，当年你但凡跟张彩玲早练一点儿，都能考上个3本。但是我喜欢男生说他喜欢偶像剧里那种柔柔弱弱、乖巧可爱，尤其是那种蠢蠢笨笨的，我就开始装。从那以后，他在问我这题怎么做，我都说这题第1步应该这么做，第2步人家就不会了啦。其实人全会。考试考好了也不敢给他看成绩，生怕被他发现。我表面在装傻白甜，私底下可是数理化全来。文史哲也沾，学的可花了。我俩进入了暧昧期，我寻思得加快点速度。当时学校有一个数学竞赛，问我去不去，我说我不去，我要去看我哥哥打篮球。那天篮球比赛我做足了功课，
要把女生乖巧柔弱的得分点集中呈现。我坐在篮球场旁边，手里拿着给她准备的饮料，身上披着她刚脱下来的校服，袖子里还藏着一个随时可以检查刘海的小镜子，的同时还在给她织围脖，的同时还在装自己肚子疼很虚弱，的同时还在给哥哥加油。那一天给我手忙的呀，肚子疼织围脖弄刘海加油，肚子疼织围脖弄刘海加油。裁判都震惊了，说这学校挺好，比赛还配了一个聋哑解说员。后来我发现我们班那天参加数学比赛的同学获了奖，可以申请高考加分，给我后悔的呀。我就在想，我为啥一直在装弱，就是因为这些剧给我洗脑，让我永远在幻想被一个男人征服，就是被征服，好像我出生没有别的目的，就是被征服。我出生应该就唱着就这样被你征服出生，然后医生剪断我脐带，我说你切断我所有退路。哎，这些剧到底是怎么给我洗的脑？那天我回家一打开电视，正好是一场经典的偶像剧征服大戏。强吻，前一秒钟俩人还在吵架，突然男主就把女主怼在墙上就强吻，女主前边还在拼命挣扎，突然就放弃抵抗了，就那手永远。男主的嘴里是有电棍吗？总的嘴要是这么好用，还要警察干啥呀？巴黎街头发生暴乱，警方都不出动警力，就派这几个霸总：龙傲天、顾北辰、道明寺，把这个局面给我稳住。那以后我也不装弱了，而且长大之后我特别怕别人觉得我弱。然后前几年我怀着孕参加了一个节目《奇葩说》，当时所有人都在照顾我，从导演到演员见着我都会扶着我一只手，让我缓缓往前走，也不知道是有喜还是慈禧。我只是怀孕，我又不是黑灯。而且不管是黑灯还是怀孕，其实都不用那么服，除非黑灯怀孕了。那不服不行。比赛开始了，我的队友还跟节目组说今天啊情况特殊，我们当然都是正常站着辩论，但是彩铃是坐辩。但是辩论这东西它坐辩根本就使不上劲儿，他们也是好心，就是怕我万一有啥意外再生在台上，我站起来给我摁下去，我站起来给我摁下去。我想告诉他们，就这个动作啊最容易生出来。我往那一坐，手里拿着水，这手摸着肚子，然后给别人加油。我觉得场面怎么似曾相识了呢？我怎么又回到那篮球场了呢？出走半生，归来仍是聋哑解说员。我说不行，我是来比赛的，我要站起来。我那天站起来跑到场中间一顿输出，其实那天我表现还挺好的。当时看着观众给我投票的投票器一盏一盏亮起来，我才知道什么是我最需要的。那天挺着儿子比赛，赢的也是铤而走险。当时我灵魂出窍回到篮球场了，我好心疼那个17岁坐在篮球场旁边手忙脚乱给别人加油的小姑娘。我想跟她说，你没做错什么，你只是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你更应该为了自己站在赛场上。谢谢大家，我是彩玲。谢谢彩玲的表演。喜欢她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她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再次谢谢彩玲。哎，我们先聊一个小的变化，你是不是之前都是用这个手拿的麦克风？你说这麦放的也是挺烦人，主要是我要有一些肢体动作，然后我怕那个麦我还得夹这儿。
那你觉得哪个更舒适在那演的过程中？我从来没尝试过这种麦，但是我感觉带这种麦有点奇葩说的感觉了，就对方变你嚓嚓嚓。看到这个我就想起原来豆豆也是用这个麦克风，但是自从他开始带上那个之后就至少解锁了一种表演上的新的可能性，也更加游刃有余。当然你们两个人会非常不一样，但我想也许也是一种可能性。是。那咱们问问马老师吧，这也是奇葩说的老朋友了啊。是彩玲是我们印象最深刻的选手之一。我对彩玲有点恶趣味，就是我特别喜欢听她骂人。就是他说到那个警察嘴里电棍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对，是这个意思，被电棍击中。我觉得彩玲还没有骂够，然后就是还没有就还可以更那什么，所以我期待你能够走得更远，然后有更多你自己特别有你自己特点的那些输出能带给我们。谢谢彩玲，辛苦了哈。其实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我今天从第一场录制到现在的感觉，就是我看到好多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为了这个舞台在努力。但我是想问你，是什么让你想要再回到这个舞台上？那次比赛说的是很多家庭中的趣事，然后这1-2年开始有更多其他的想说的，包括这一场就是我特别想跟女儿说的。因为你刚刚讲的内容，其实我都有共情到。我们追的偶像剧应该是差不多的时段。我也曾经想要傻白甜，但我只学到傻。可是我很高兴你重新回到舞台，因为你让我们看到，就是任何的时候你都有重新再出发的力量。然后只要你热爱那件事情，你站在舞台上你就是发光的。所以女儿看到你就闪闪发光的，很有力量的妈妈。我刚才听彩玲分享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感慨啊。我有第一个感受就是每个人的成长路线可能是不一样的。上一场你还在讲你的家庭故事，到这一场讲你自己，所以我就会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之路，它就是有快有慢，有先有后。有的人先家庭再自己，有的人先自己再家庭。像房主任，他可能人生的前50年都是在那个家里被困住，然后最后活出了自己。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好像走哪一条路都可以，最终我们都会回归到我们自己身上，明白我们的人生是一条爱自己的独立之路。所以我觉得在这条路上能够听到你的分享，能够看到你的成长，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谢谢你分享这些给大家。我可能想说的就是，如果我当年那个状态就是爱一个人，我觉得我不会有任何的后悔，也不会在这儿吐槽这件事儿。我真正想当时表达的是，那个是个非常激情的爱，是被洗脑了的，对，就被洗脑了之后，永远觉得我得弱下来，我得崇拜他，我得被征服。但实际上咱们根本就不弱。我是觉得彩玲姐是一个特别柔软的人，就因为刚才其实里头您说的最狠的那梗，不是说也是骂偶像剧吗？说那霸总嘴里有那个电棍嘛，您也没说那爱的人有电棍，对吧？我是觉得您其实是有一种青春无悔的那种感觉，就是其实您在回忆自己年轻时候这点事儿吧，哪怕就现在我觉得，哎呀，当时真没必要，但是一想，哎，反正也都过去了，以后我就要再做自己，我不会再被别人 PUA， 是吧？我觉得就是还是老师们刚刚说的，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啊，对，所以特别好，一直向前就最好，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恭喜彩玲拿到了气氛组的4票满票，我们把宋万博也请回舞台中央。同意起跑线，那么现场的观众会给2位怎样的结果呢？请看大屏幕。彩玲的这个段子在我们这个小组里边是最有竞争力的，是可以去打任何一个队的任何一个人的。伯伯越来越稳当了，我为伯伯感到开心，能看到他身上好像又强了一点。恭喜张彩玲187票成功晋级，请前往晋级区。我对郭麒麟老师给我的点评，我觉得特别感动，因为他其实我觉得郭麒麟老师他那个脑袋真的是太敏锐了，太敏感了。他说我青春无悔这个事儿，好的，我真正想批判的就是当时我以为以及别人告诉我的那种审美，
然后希望男生觉得我笨笨的，我只是在吐槽这一点，然后我觉得郭麒麟老师完全懂了我。